各位听众、主持人、嘉宾，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呢，能跟几位大咖一起在这里探讨六四的话题。我是这个 YouTube 频道平行政界的 UP 主。刚才是非常感谢主持人他对我们节目的推荐啊。这个节目现在已经连载了19集，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看过了因为我不是这个六四事件的亲历者，所以在这里呢，我就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来讲讲我对六四的这个理解。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实际上全都是那种爱国爱党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洗脑。我们那个所有的教材里面，它只要是对中共的这种负面的事情包括像六四事件包括像这个什么法轮功08宪章这些事情，它都是完全是只字不提。这个我最近还又翻了一下中国的这个教材确认了一下，现在的教材里也是完全都是不提这些事情的。那么当时我们这个媒体嘛，那个年代基本上就是新闻联播，那在我们那个小地方也接触不到什么其他的信息源，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从小我们就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而且这种洗脑真的是非常奇葩就是洗到最后，我们都不自觉的就会带入到那种就那种统治者的视角去思考问题。这个说出来也不怕丢人那当年美国轰炸南联盟那个大使馆的时候嘛，我当年也是义愤填膺的。还有那个美国发生911的时候，那时候也跟全班同学一起欢呼。但是幸运的是呢，后来这个在00几年的时候吧，正好赶上了中国早期的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那个时候可能共产党的这种网络监管能力它还没有跟上，所以还没有现在这么厉害这么高的墙。那时候谷歌也能访问，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这种我们的课本里完全没有的这些历史真相就像六四事件这些事情，都是那个时候才真正去了解的。那么也是在这个时候就接触了这样的一些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那个时候网上那个论坛非常的活跃，有个叫西路论坛，可能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可能早就已经关掉了。那时候我就经常就泡在那个论坛里，天天跟那些小粉红辩论讲历史、讲事实、讲逻辑。有段时间我还在那个论坛是做过那个版主，就那时候言论环境比现在是宽松很多的我们在网上就是去发言，当然也要去试探他的这个言论边界，但是大不了就是删帖嘛。但是后来就不行了，特别是那个谷歌退出中国，这个是一个很标志的事件，那个墙越来越高，言论空间也是越收越紧。那再后来发敏感内容就不是删帖这么简单了，那可能动不动就是封号，甚至就是喝茶，就是说被警方传唤嘛。那甚至严重的可能抓起来坐牢最著名的就是那个边城水响，对吧？他也就在网上就写东西还是在境外写的，他又没有什么线下的行为，居然抓起来好像是判了7年，是吧？这真的是非常荒唐的事情。所以就人们慢慢的都学会自我审查，那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慢慢就不发声了。那么取而代之的，像这个网上就是都是像短视频这样的这种什么娱乐化的、碎片化，甚至是一些低质化的这种内容，就充斥了这个各大网络平台，靠这种推荐算法吧，就极大的抢占了公众的这个注意力就像这个温水煮青蛙一样，它不知不觉中呢就完成了对人民的这样一个洗脑，这个价值观的洗脑。那毫不讳言的讲，这个阶段其实我也是被裹挟在这里面这个慢慢的就像慢性中毒一样之前的那些启蒙思想好像慢慢也给洗回去了。那这个转折是出现在3年疫情的时候，这些风控封城清零对吧？我相信可能也有不少人跟我一样一下子就清醒了。
那所有之前早年在网上看到的那些东西，像六四这样的悲剧，曾经以为它就是过去不可能再重来的东西，那一下子发现全都回来了。那么这一刻我就意识到，这个共产党它还是原来的那个共产党，它从来就没有变过。那么在一个适当的条件下，它就会原形毕露。那从那以后呢，我就不再看这种强烈的信息源了，慢慢的就是自我的排毒吧。那这个呢，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觉醒的历程。那归根到底，我觉得是因为早期的一个比较开放的互联网的时代，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机遇下吧，就是我接触到了这些历史真相，这些思想啊，这些思想的启蒙，所以在心里呢就埋下了这样一个觉醒的种子。那么当疫情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时候呢，那么它就能指引我去重新审视现实，找到自己的这样一个觉醒之路。那说回到8964啊，在我看来，它绝不是说就是6月4号，早晨那个以悲剧收场的这样一个早晨，它代表的是贯穿于整个1980年代那一整代人的一个觉醒之路。那么在这个激情燃烧的1980年代，咱们全国千千万万的人，对吧？在那个拨乱反正之后，相对的一个开放的政治氛围下呢，传播历史真相，也传播这些民主自由思想，那最终就汇聚成了那一场，而不是那一场，是那个应该说是那一系列的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啊，但你们要知道，1989年距离那个疯狂的10年文化大革命，对吧？才过去短短的13年，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个作为一座民主反抗专制的丰碑吧，它是值得永远铭记的。那现在有一种说法，有些人说中国人就叫不醒啊，不值得拯救什么这一类的话。那我觉得这个89的民主运动不就正好反驳了这种说法？你看当时那个文化大革命多疯狂呀，对吧？那仅仅才10多年之后，就能有那么多人觉醒，而且你看他们展现出来那样强大的这种觉醒的力量。所以说，这个中国人完全是可以觉醒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8964它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纪念它。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启蒙啊，要坚持不懈的去传播真相，去传播民主自由思想。现在的年轻人他可能只是没有我们当初这种幸运，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历史真相，没有机会接触这些民主自由的思想，但这个不是他们自己的错，是信息决定了认知。他们从一开始就活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信息环境里面，那一打开手机看到的全部都是，对吧？这种低质的这些短视频啊，表面上是娱乐，其实它背后是隐藏着这种，就是精心修剪过的这种价值观的引导。那它这个不同于这个以前那种刻意的意识形态说教的东西啊，就你是不妨背的这样，就是刷刷刷，那刷久了，它就自然的刷新了你的三观。特别令人痛心哦，现在看到很多小孩子都沉迷在这种精神鸦片里无法自拔，这家长甚至都管不了啊。很多小孩子就是非要玩手机，这个家长根本管不住，因为现在这种推荐算法呀，它就是不断的在强化这种成瘾机制，这样就造成现在青少年在这种沉迷娱乐的过程中呢，他潜移默化的就受到了这种价值观的引导，就给培养成了小粉红啊。那要怎么办呢？我认为这就是一场斗争啊，是跟中共的文化垄断进行的斗争。我们要去抢占公众注意力的阵地啊，我们要用真相和真理去抢占这个阵地。
那么这种优秀的内容，那就是我们的弹药。但现在已经有很多优秀的内容，对吧？像这个讲理论的、讲历史的，这些讲评时事的都有很多啊。但我发现有一个维度上我们还比较欠缺，那就是娱乐性。尤其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些手机上的这种娱乐形式啊。我们知道共产党他一直都非常重视文艺工作，是把它作为这个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对吧？所以我们这个也要把文艺工作针锋相对的做起来，这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的契机。但具体呢，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啊，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做。那么我之所以说选择沙雕动画，那一个是因为它现在流行啊，很火，对吧？更重要的是对我自己来讲，它这个门槛比较低，不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啊，或者说大量的资金。其实我现在就是现学现卖啊，这个事情也就做起来了。那么刚才讲了，我们说这个6·4是中国应该最伟大的一场民主运动了，所以说我就选择这样一个题材作为一个切入啊，这就是这一部这个梦回8964的一个这样开始这样来的吧。当然我不是专业的动画人，刚才可能主持人讲的过誉了，这部片子其实制作水平还是比较简陋的，可能有很多这种穿帮镜头啊，我自己也不是很满意。很多想表达的一些想法，现在我还表达不出来，或者说表达的都不是很到位。但是这个我肯定不是只是做一个简单的网络爽文这样子的啊，一定是这里面会包含我的思考在里面。我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小小的火种，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审视这段历史。但让我欣慰的是，我从后台的播放数据啊，看到很大一部分观众他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那么这个正是我的目的所在呀，希望能去启迪更多的，尤其是这种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些民众。那么当然做沙雕动画这只是一个起点，我也不认为它就是一个最好的形式，但是现在它是一个有效的这么一种形式之一吧。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努力寻找一些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做。那我知道今天我的观众呢，可能看了之后，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也许暂时什么都做不了，也什么都不会改变。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亲身经历告诉我，只要这颗种子在心里种下来，那么将来有一天一旦有机会，它就会开花结果，就能让人彻底的觉醒。如果看完之后你还能分享给其他人，那就是不断把这个种子撒出去，让它在更多的人的心里生根发芽。那也就是在为我们这场斗争添一把火，出一把力。好，谢谢大家，我就讲这么多。好，谢谢邱博士的邀请。